大家好，开始直播。今天直播3个主题啊。第一个呢是中药盒，第二个呢，肯定是跟大家要稍微吐吐槽啊，这个养龙虾很辛苦啊。刚升完级啊，这个升到3月7号的版本了。终于可以顺利的用上 ChatGPT 5.4了，但是呢，养龙虾的焦虑是很强的啊，非常焦虑。顺便呢，如果大家有什么赛博吃播的东西想聊的话，欢迎啊。然后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聊这个吃面的事情了啊？我是很喜欢吃面的，然后有各种各样吃面的故事都可以来聊一聊。有一个会员来了啊，欢迎。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讲这个养虾日记吧。我自己呢是找了一台真的是古早的 Mac Mini 20年了把它找回来以后呢，这个机器其实原来也是我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就给我妈了，实际上我妈也不用。然后我问我妈说：“你还用吧？”她说：“不用了啊。”我就给拿回来了。这个机器可能有2、3年没开过机了但是 Mac Mini 嘛还是很皮实的。打开了以后呢，这个是提示升级那我说挺好的，升呗。结果升完了以后呢，就到了 macOS 10.15，因为现在的 macOS 在我的电脑上是26就是往后的版本都不升了。因为那个机器实在是太老了之所以还能再往上升一升，是因为可能有一些 bug 呀，或者有一些漏洞发现了以后，苹果还是要稍微补一补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说那装吧，费劲了因为 Chrome 装不上，Chrome 至少要 macOS 12才能给你装上你要想装前面的版本呢，它也有网站可以下，但是下完了以后你一个一个试，到底哪个灵哪个不灵非常痛苦。然后呢 Node.js 你也装不上因为这个养龙虾呢，你必须要有 Node.js 它这个 Node.js 大概是只能到15还是10几的版本可以在这样的机器上跑，而这个养龙虾至少要 Node.js 20才可以跑起来就是各种的方法都搞不定嘛。那怎么办呢？说算了，上无版图吧，对吧？然后在网站上下个无版图就给怼上了就是最新的也不叫最新的吧，应该是最新稳定版叫2404。你说都26年了，怎么这个25年就没有无版图的稳定版的？这个我还真挺奇怪的反正2404给装上了，装上了以后呢，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古老的机器，无线网卡不认识了有线网卡能认识，无线网卡不认识了。还在那儿折腾了一晚上尝试通过就是在没有网的情况下把这个无线网卡装上非常痛苦，完全搞不定。就是号称是装上了，但是呢连不起来到第2天说别费劲了，把这机器搬到电视面前直接插电视上，咱就当有线网来使用就好了这个当然不是说电视就有网只是我们家的什么路由器NAS 呀，还有所有联网的设备，包括我的 PS5什么这个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打印机Switch 2这些都是联网的，就是连线的设备，都在电视附近所以我就把这个机器放在电视旁边了，然后插在电视上，插了这个键盘鼠标因为当时呢还是担心万一这个装无版图连不上蓝牙怎么办所以还专门买了一套有线的键盘鼠标出来都折腾完了以后这个开始装无版图，在无版图的网站上下载镜像，找了一个 U 盘这个用无版图的这个专门提供的工具就直接烧入到 U 盘里去启动就给装上了。这个过程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吧。嘁哩咔嚓就算是把这个机器装好了以后呢，装 Chrome 很顺利然后呢就直接在这个龙虾网站上用命令开始装龙虾这个
慢一点啊，因为毕竟机器在那摆着了嘛，确实慢一点啊，但是还是很顺利就给装上了啊。装完了以后呢，遇到了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使用 Codex 去安装这个大模型啊，这块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你嘁哩咔嚓把 Codex 挂上以后，这个模型就可以跑了。只是呢，这个额度有些问题啊。这个额度，反正我觉得这几天算的很怪。这个，因为 OpenAI 呢，其实一直都没有说清楚说我们这个 Codex $20呢到底有多少额度。就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反正前面用了几天呢也都没事儿。突然到昨天呢，这个 Codex 就告诉你说额度用完了啊，到3月12号早晨9点13分再回来。哇，这一开始我还没看明白，我就看到9点13分再回来，我以为就一会儿呢啊，就是昨天晚上看到的。等到9点多一看，说不对啊，才看到前头还有一日子呢，还有一3月12号呢，啊，然后就着急了啊，说这怎么办？那么就遇到了第2个问题，就是装这个Gemini Client 的这个模型啊，那个很难装。原因呢也很简单啊，就是我自己试了几次 Gemini Client， 实际上都失败了。后来呢，这个在网上找了一下吧，实际上也就是问了一下 GPT 呗。他说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问题是，叫什么来着？就是你的梯子有问题啊。像我们这种挂梯子的人呢，它里头有一个属性叫 Fake ID， 就是它叫 Fake IP。它把所有的这种 IP 地址都映射到了一个在192.18.0点多少的这么一个范围内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像 Gemini Client 自己能登录上去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 OpenCloud 里头有一个安全认证，就是一旦发现跳转的地址是192开头的，就报错啊。他看了这么个事儿，最后哎，这个也是折腾了很多。折腾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吧，最后把 Fake ID 给关了啊，终于让它能够这个顺利的进行 Gemini Client 的认证了啊，就是还是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呢，下一个问题是 Gemini 3.1 Pro 奇慢无比，那玩意儿真的是特别慢，特别阻塞啊，然后这个也就是基本上没法使了，这个系统就。啊，那没办法，就看看是不是准备去买这个，哎，不对，不是这个，准备去买这个套餐啊，就是当然我肯定不会花$200去买这个叫什么了，肯定不会花$200去买这个叫做 OpenAI 的这个 Pro 套餐啊，那个太贵了，对于我来说。那我说就找一个国内的套餐去买嘛，然后就开始进行比较，啊，发现国内套餐其实坑很多啊。第一个呢是，你比如说千问啊，千问号称是7.9块一个月，第2个月20，第3个月40啊，但是今天我去看的时候发现优惠期过了啊，现在只有40一个月了啊，就前面的7.9块这事儿已经没有了，不知道他们又想明白什么事儿了啊，反正就整了这么个一出。第2个呢，它虽然同时支持啊这个千问3.5、Minimax 2.5、Kimi 2.5和 GRM5，但是它这个每周的这个就是它也是叫5小时一档，然后每周一档，每月一档，它有3档，就是你任何一个超过了，它都会卡住你啊，这就很麻烦，特别是你要把月档超了以后就没法整。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所谓的周档呢，可能也就是2倍到3倍的，可能3倍到5倍吧，5小时档。就比如说5小时啊，你可以提100个问题，那它这个周呢，一般大概也就是允许你提300的，比如说你5个小时可以提100个问题啊，一周呢大概是允许你提300到500个问题，啊，绝不是说你可以把它彻底拆开了就这么生干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不划算啊！就是如果你把40块钱给他了，那么你这个除了5小时的那个门槛之外，你还有可能遇到周门槛和月门槛啊。然后呢，我最后比较了一下，
Minimax 好像是只有5小时档，没有周门槛，没有月门槛，啊，可能是最划算的一个啊。然后准备要花钱去买了，我还在 X 上发了个帖，我说大家这个准备怎么弄啊，对吧？是到底建议我买哪个呀？大家请给投个票什么的，对吧？到目前为止，投票第一的也是 Minimax 啊，所以我估计可能明后天还是得买，逃不过去。正准备下手的时候，突然发现，哎，不对呀，我的这个 Codex 被重置了，本来应该是3月12号才可以接着用的，突然就能用了啊！然后我还到 X 上问，我说咋回事？怎么就又能用了？然后人家说了，说 OpenAI 自己检查了一下，啊，发现呢，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发现这个前面计数记得有问题，所以呢，把大部分人的账号直接重置了，啊，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再去这个凑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凑这个1周的额度啊，这个还是很爽的。所以现在我又把它换回了 GPT 5.4。但是从我用了大概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吧，我的1周额度大概又已经用了1/3了啊，所以呢，估计明天还是要去买一个 Minimax 啊，这个就没办法了，49块钱啊1个月，再高的我估计也买不起了。等我用一段时间再跟大家讲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小插曲是这样的。就是我前面呢用的都是Discord 啊，去跟这个叫什么呢？去跟小龙虾去聊天啊。现在这个因为腾讯嘛，直接把这个 QQ 的那个机器人给开了啊，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使用 QQ 了。我发现 QQ 跟这个小龙虾聊天的效果要比 Discord 好非常多啊。这个第一个不用挂梯子啊，第二个响应还比较快啊，至少目前为止是如此吧。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把我的龙虾已经调整到正常运转啊，然后呢可以这个可以用 QQ 去用 GPT 5.4干活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现在只是这个就是电动车焦虑，什么意思？就是电动车不是一开出去以后就不知道这个到哪儿充电去嘛？啊，这个现在使龙虾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着这个额度冰了邦啷在那儿跳，然后这个心惊胆战的，而且呢，你一旦是把额度用光了以后，经常是下个礼拜再回来，这个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啊。我的龙虾现在每天给我搜集各种信息啊，这块已经干的还是不错了啊。然后呢，做一些很复杂的这个工作啊，也是做得很好。所以龙虾呢，还是对于我来说有价值的啊，非常非常有价值。而且把我前面每个月$20的这个套餐啊，我觉得用的更值了啊。虽然我原来每个月$20也这个疯狂的用，但是总觉得这个便宜没占够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终于是让我把便宜占回来了。另外就是记忆系统啊，这个今天估计够呛了，可能过几天吧，我再去把记忆系统稍微收拾收拾。我原来用的是 Memo 0啊，但是 Memo 0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所有的 agent 之间它是不区隔的啊，就是所有的 agent 之间没有做上下文分割啊。我是准备过1、2天啊再去调整这个玩意儿啊。但是为什么要过1、2天呢？一个原因是我的 Codex 额度不够了啊，这个实在是不敢再用了。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这个调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啊，因为要把这个 Memo 0调到一个这个支持 agent 分离的一个工具上去啊，这件事儿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麻烦。
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养虾情况啊。然后另外一个养虾的这个遇到的很恶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叫什么来着？用这个同步啊，就是我的项目是跟我的 NAS 去同步的，结果那 NAS 那个同步目录里头呢，有几个目录很大，比如说 YouTube 啊，就是我每一次录完视频以后，会把这个视频放在里头去同步。然后呢，剪映啊，剪映是一个非常讨厌的目录。为什么我会把剪映目录放在这里头？因为我买了一个付费账号，我跟我太太都要用，所以呢，我就把剪映的这个项目目录放里头了。而剪映的每一个项目可能要产生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这个小文件啊，特别细碎的小文件。所以呢，这个我的 Mac Mini 古早型的 Mac Mini 呢，本身算力就不是很够。一旦它开始了这样的这个可能几百万个小文件的这种同步的话，就直接把 CPU 给吃死了啊！然后你大量的文件同步就会滞后，最后没办法，我还是跑到这个机器上去啊，让它能够去什么来着？让它把这个就是剪映目录啊，还有那个 YouTube 目录，就是放这个视频文件的目录，直接给暂停啊，就是不再去对它进行同步了，那么这个系统才可以顺畅的跑起来，否则的话就卡死了啊，这也是一个小坑。另外一个小技巧是什么呢？有一个东西叫 Rust 啊 ，RUST， 叫 Rust Desktop， 这东西干嘛使的呢？对吧？我不能老把这个龙虾接在电视上啊，你可以通过远程的macOS 直接登录到这个机器的图形界面上去啊，然后有一些需要在图形界面上做设置的东西，就可以在那儿设置啊。你像我去整这个叫什么东西啊？我去整这个这儿，整这个群晖同步的这个东西，就只能这么干啊。因为我一开始让小龙虾自己去整，他呢就找到了这个群晖同步的这个软件啊，进去改配置，改完了以后重启，发现不管用，折腾了几次都不管用啊，最后还是我爬到这个上面去，然后通过图形界面把这事搞定的啊。就正常像 Linux 我们是直接 SSH 上去就是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解决不了啊，必须要有一个图形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说，这个装龙虾这个事儿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形界面，会好很多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另外还可以去整这个叫什么来着？今天还试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叫 GWC Client 啊，这是什么呢？就是 Google Workspace 它的这个客户端的这种命令行工具，这是谷歌自己开源出来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儿打命令说，哎 ，Gmail 啊，给我发一个邮件到哪儿去，咔就发出去了，对吧？然后呢，你告诉他说这个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就是比如说啊，Google 的那个 Calendar 啊，说那个请给我加一个什么日历啊，或者我最近有什么新的日历没有啊？他自己给你搞定啊，也可以干嘛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整这个这个告诉小龙虾说，哎，那个，请给我把邮件翻一翻啊，然后呢，按照这个邮件上的一些约定去给我修改日历啊，或者把谁谁加到这个通讯录里啊，使用 Google Drive 上面的一些哪个地方的文件啊，它统统给你搞定啊，或者那个什么，你比如说有人给你写邮件了啊，说，请根据这个邮件的签名给我把它增加到联系人里去啊，他自己给你搞定啊，那个还是很爽的。至于Obsidian 的 CLI 我是没装啊，因为我其实一直没太搞懂这个东西具体干嘛使。就是我虽然也在用 Obsidian 去做大量的文档工作，但是这个 CLI 我就没有去装它。
这大概就是老范目前为止的养虾日记啊。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啊，就是这个我录完短视频以后，录完视频以后需要干一个很繁琐的事情，就是我特别讨厌的事情，叫什么呢？就是字幕校对啊，因为剪映的字幕识别功能其实是很烂的啊，经常识别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我就这个完完全全用自然语言写了个代码，我说来啊，给我这个校验这个什么呢？给我校验字幕，然后 Codex 就开始干活了啊，他写了个 Python， 然后就嘁哩咔嚓的把这个字幕拆成段，然后我都没跟他说啊，他自己找到了，说哎，我发现你这里头有提纲啊，你这个口播是有提纲的，我给你对好了啊，然后把这个字幕给你做上去。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啊！做完了以后呢，我说来啊，给我把它写成一个 skill 啊，然后他就给你做成一个技能。但是呢，他在这个 Python 里头还要调一个外部的模型，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他怕大家薅羊毛嘛，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所有的这个像什么 Codex 啊，什么 Gemini Client 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儿都是不允许你通过外部去调用它内部模型的啊，这个是一定的。那么它一旦是写了 Python 代码，再想去调别的模型呢，你就需要重新给它配啊，然后它要再烧你的 token 啊，它是这样干的。我第一次呢没给它配，他就发现，哎，他说我发现你机器里有欧拉玛，我给你用本地的模型跑一个吧，吭哧吭哧吭哧跑了半天啊，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我给它配完了以后呢，它整个把字幕处理完了，大概烧了我$1还是多少？因为字幕还是量挺大的嘛，可能不到$1吧，烧了这么多 token 啊！我说这不行啊，我说你这个得给我改一改，我不愿意再花钱烧 token 了啊！他也就给你干了，他把那个 Python 文件呢拆成俩，对吧？上来呢先把字幕拆包啊，然后做各种比对，然后通过提示词。用这个 Codex 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呢？用 Codex 自己的流量啊，用 Codex 自己的 token， 就把这个所有校验的地方啊，这个不确定的地方都处理完了。处理完了以后，再跑一个 Python 代码，再把这东西重新塞回到这个字幕的这个文件结构里去啊。因为比如说修改了哪些东西了，然后这个修改完了以后，再对应到哪个时间码里去，再把它塞回去啊。这一块就用 Python 直接干就完了，就要比你。调用这个大模型要省事儿，而且精准。它就整个改好了，改好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 skill 啊，就是这个技能，复制到了我的龙虾上啊。再往后，我现在这个，比如说想要去校对字幕，就是直接把字幕和这个口播稿往那个目录里一扔，然后说干吧啊，这个等个几分钟啊，这个。校对好的结果就回来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我干这个活是受我太太的启发啊，因为她现在也在 web coding 了，她是个英语老师。这个她的 web coding 是纯的写这个什么啊，就是写 Word 文档。她在 Word 文档里写了说你要把这个文件怎么样，那个文件怎么样，然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怎么样，对吧？她也不写程序啊，任何程序都不是，就是写中文啊，还是中文不是英文啊。然后呢，我让他写 Markdown，他说不，我就一定要用 Word 文档啊，我就这个才舒服。我说那你就 Word 文档吧。而且最后他还要求这个 Codex 给他做排版啊，这个我说那干吧。他写了要求以后啊，然后我就命令 Codex 去照着这个要求文件去执行。哎，居然效果还不错呀！这个我是原来没想到啊，然后后来发现，哎，这样是可以的。那么以后啊，再去做 web coding 就不需要学什么语言了，但是呢，逻辑要很清晰啊。就是我太太通过做这个活呢，还是就是理解了很多程序员的思考方式。这就是啊，养虾日记，这个药盒也装的差不多了，看看大家在聊什么吧。看完蹦墙来看，蹦墙是什么？棒墙来看老范没看懂啊。这个澳洲好强啊，
如果不是最后失误啊，这个啊棒球是吧？真的是可能赢过日本，好吧？这个棒球这个事儿我就完全不懂了。QQ 是的，我现在也是主力用 QQ 了，牛啊不牛，这个反正也是一个过程吧。甲钴胺，对，刚才吃的是装了甲钴胺了啊。我也刚在2017年的 Air 上装好啊，还没用啊，这个东西挺好玩的。就是你跟他慢慢聊吧，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VNC 啊，我都是在一台 Mac 上操作多个 Mac 啊，这个太麻烦了。关灯吃面，吃面不能关灯啊，这个吃面还是要开着灯的啊，否则容易吃到脸上。乌班图的 LTS 是2年一出啊，中间1年跑这个，好吧，那么就等今年吧。隔壁范凯 YouTube 上才10个人啊，哦，是吗？他也在直播吗？还真不知道。对，哎呀，好啊，这个都齐了。同时在老范和土拨鼠的这个上面直播啊，对，土拨鼠好像也在直播，对，我看到了，因为我们俩用的是同一个账号。他在讲啥呢？他是不是在这个讲这个神棍的故事啊？这个对于我来说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对吧？讲了以后呢，容易出事儿。OpenCloud 用的咋样了啊？有啥使用体验吗？啊，这个，我不知道是我机器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啊。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你每一次跟 OpenCloud 说话的时候呢，都要提心吊胆的啊，你不知道他回不回复你，这个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哎，我在输入，然后就不动了啊，这个也是蛮多的。另外一个使用 OpenCloud 比较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摁了回车，他就干活去了。你想再修改、再做任何其他的中断，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也是让我觉得稍微有点烦的地方。当然，更多的呢，就是我们都是在这种 Markdown 里头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现在也是，说，哎，我准备做什么什么事儿啊，写一 Markdown，说来学习一下这个，或者说你看看这 Markdown 写成这样了，给我改一改啊，他就去改去啊。这个，所以 OpenCloud 对于我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地方。还有人说是模型厉害还是人厉害？这你什么意思呢？人是要提出问题的啊，当然模型呢，你要是用烂了肯定也不行。Mac Mini 断货了啊 ，Win 版的龙虾有哪些劣势？我是不建议用 Win 版的龙虾啊，因为像什么 Node.js 啊，好多这种基础的库在 Windows 上支持的，也不能说不好吧，就是反正费点劲啊。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还是你要么就乌班图啊，要么就 macOS，然后最好呢是在本地可以看得着。你说我上来就要挑战难度啊，上这个云端去折腾，也不是说不行吧，就费点劲。因为你云端有一点比较讨厌，就是这个文件同步这块要稍微的费点劲啊，其他的都还好。因为你如果不能进行文件同步，等于完完全全靠这个，叫做什么呢？靠聊天窗口跟他聊来回折腾的话，还是费劲。可能乌班图 Windows 界面龙虾也不错，什么意思啊？乌班图肯定还凑合啊。Windows 我真不建议大家在上头折腾这事儿啊。Windows 界面会弹窗口，常驻这个 Gateway 服务，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在 Windows 上装过这东西。买了 AR 眼镜啊，这个具体咋用还不知道，至少现在可以边准备饭盒啊边看直播了啊，这个也行啊，这个但是你也要注意啊，不要牵着手啊，不要这个给人放错东西啊，对吧？你比如说放了3勺盐啊，这个事儿也是很危险的。
MacBook 想跑是不是要弄个虚拟机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它反正据说新的版本它在 Docker 上做了增强了啊，但是我现在已经懒得折腾 Docker 了，所以别费劲了，你就直接在那个 Node.js 上跑就完了。X 上看到个段子啊，说2026年前的男人对妹子发在吗？2026年初的男人对龙虾发还在吗？啊，是这样的。因为经常动不动就不理你了啊，就死机了，这个真的是挺烦的。但是呢，这个龙虾有一点还不错啊，他不说我去洗澡了。上星期还是3000的 mini，现在都4000了，有这么夸张吗？好吧，我有个英特尔的 Mac Pro 可以用吗？可以，像我那个 Mac mini 就是英特尔的，而且应该比你那 Mac Pro 还要再老很多啊。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这个浪费啊，因为它原来这个叫什么呢？英特尔芯片的这些机器，你是没法跑本地服务的啊，就是没法跑本地模型。你如果是一个叫做什么呢？是一个这个 M 芯片的啊，比如 M1、M2或者这种的这种 Mac Pro 的话，你是可以在本地跑个欧拉玛，还可以折腾点事情的啊。但是英特尔芯片的基本上没法整。你就老老实实的把它当一个，这个 Mac Mini 去用就好了啊。有可能你也要遇到我的问题，就是必须要重新刷乌班图啊，这个否则搞不定。Windows 下虚拟机龙虾安全吗？还行，但是虚拟机很麻烦。你像我是在 Windows 下，一开始我的龙虾是养在本机了，就是现在大家直播用的这台MacBook Pro 啊，后来呢是养到了这个我的 Windows 的 WSL 啊，就是 Windows 下的这个乌班图的虚拟机里。但是呢，那个乌班图虚拟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还是决定再去整个机器呢？就是这个 Windows 只要一休眠啊，包括这个乌班图，哪怕 Windows 不休眠，你只要把乌班图那窗口关了，Windows 就自动把这个内存回收掉了啊，它就不干活了，这个还是挺烦的啊，所以我后来还是放到 Mac Mini 上，虽然我那个 Mac Mini 肯定要比我这个 Windows 下边要慢很多啊，因为很老嘛，而且那个机械还是机械硬盘，还不是 SSD 啊，那真的是很慢，但是也还凑合吧。能在这慢慢跑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调模型本身也挺慢的，啊，你在硬盘上稍微的捯饬点东西还都可以啊，可以接受。有哪些地方的 token 是便宜的吗？给龙虾用 OpenAI 的 Plus，叫我用完了，对，我是昨天用完了，今天重置了啊，你自己看看，没准你要昨天用完了，今儿你也重置了呢，啊，这个先去研究一下。然后我现在准备买 Mini Max 的啊，这个就是所有这个5小时套餐之后再去限制周套餐、限制周额度和月额度的这种，我就不打算再去掺和了。既然是很旧的 Mac Mini，为什么安装无版图而不是 Debian 等对低配电脑更友好的这个发行版本呢？无版图虽然我用的也不多，但是还是比较熟的啊。Debian 其实跟无版图差异没那么大，对吧？这个我还是觉得能够装个新的就装个新的呗，怕什么呀？对吧？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这个药盒装完了啊，大家有什么还想聊吃面的没？对吧？这个大家有什么想吃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我可以让我的 QQ 哪儿去了？我现在 QQ 常开啊。这个问一句，中国北京吧，北京能够吃到多少种全球、全国的面条类美食？给搜索统计一下，对，让小龙虾干活去。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今年春季应该发布不了了。这个库克说要在美国生产，其实他这种东西都是黑灯工厂啊，我还没看啊，我光知道发了那个什么了，发了这个 MacBook，然后我还真没注意 Mac Mini 有没有发，好像 Mac Mini 发了 Pro 版了吧？我印象里好像是发了 Pro 版，或者是去年就有 Pro 版。这个，因为我没有就是没惦记买啊，所以没有折腾这个事儿。OpenRouter 上便宜，OpenRouter 其实不便宜啊。OpenRouter 上面是这个多少钱来着？就是它是应该正常版本的95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基本上差不太多。而且 OpenRouter 上都是要干嘛来着？都是要我想想应该怎么讲。OpenRouter 上都是要这个按 token 来付钱的啊，就是它没有套餐啊，套餐肯定要比按 token 付钱要便宜很多，所以不要在 OpenRouter 上干这个活儿。能不能自动搬运 YouTube 的视频自动剪辑？这个自动搬运这个事儿呢，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你就是下载呗，对吧？下载完了以后，至于剪辑呢，到目前为止还有些问题啊。就是我让呃，这个龙虾去问过啊，就是说，他说现在口播视频呢，它可以把文字都识别出来，字幕也都识别出来啊，这个事儿它还是可以搞定的啊。做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做校对，然后里边根据这个口播稿，然后去进行这个一定的剪辑呢，反正没有那么精准吧，就是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产品链来干这件事儿。你说我自己想写这个代码呢，也不是不行啊，这只是口播。但你如果是想要用这个叫什么呢？如果你想要用这个东西去剪什么比如说 CityWalk 呀或者这种东西的话，就非常难了啊，因为它需要去配视频模型去识别你这段拍的什么，那段拍的什么，然后要重新把这个故事串起来啊，这块目前为止还没太搞定。QQ 常开啊，是不是把龙虾接上了？嗯，反正我现在 QQ 在主要就是跑龙虾，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 QQ 联系人了。我是直接在 Mac 上装的12.7版系统啊，那也行呗，只要12.7以上的版本应该还是能跑啊。龙虾是可以识别屏幕中内容的啊，然后用鼠标操作嘛。这个理论上说可以，但不建议这么干啊，因为太耗 token 了啊。这个你想一帧画面可能几百 token 就不见了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干这个活儿。新版 Mac 都涨价，好吧，涨吧，那因为你内存啊什么这个东西都在涨嘛，这没办法。什么时候弄一个自动识别药片种类的啊？这个药片种类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识别。我记得我在上海吧吃了一个餐厅，他们也是那种就是拿盘子自助自己拿的那种，然后到那头上呢就是一个摄像头，啪一照，然后给你算价钱，啊，这个就是自动识别菜品算价钱，这件事儿应该都没有那么难啊。这个效率还不如自己跟大模型提问呢，基本能够达到自己的预期啊，这个也可以吧。但是你这边提完问以后呢，你可以比如快速的说，来把这东西给我存下来，下次我要拿它做节目啊，这个你可能一句话就搞定了。你要是在大模型上问呢，问完了以后你还得拷贝粘贴，还得折腾一通啊，而且你各种的提问习惯、各种记忆呢，龙虾会给你记下来。你在大模型上，呃，操作起来就稍微的麻烦一点。大模型虽然也有像 OpenAI 啊，也有记忆，但是呢，它只维持一个记忆啊。你像在这个龙虾上，你就可以开一大堆啊，说这是编程的啊，那个是录视频的，这个是说美食的，你可以把这些记忆分开，然后保持不同的人设和习惯啊，这个还是要强很多的。今天才知道，国内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平均比国外便宜1000到2000。
这个正常啊，都咱这儿产的，咱们再不便宜还怎么弄呢？怎么看这个多 agent 结构啊？一个模型里需求生成清晰的技术文档，另一个模型专门 coding。OpenAI 还说最好弄3个啊，还有一个模型，完全是做架构师。OpenAI 呢就有一个问题啊，它就是 token 要卖掉啊，他觉得 token 卖的不够多，对吧？你只要 token 都卖掉了以后呢，他就开开心心的去折腾了啊。你越多 agent， 然后再加上这些 agent 还相互吵个架、聊个天什么的，那你说说他得烧多少 token 啊？对吧？这个就跟那个黄仁勋讲说，大家来买卡呀，买了卡就是生产力啊，谁买卡谁就革命了，就跟这话有什么区别吗？一样的啊。至少在这个叫什么来着 ，Open Cloud 里头，其实没必要一开始就开一大堆的 agent 啊，因为每一个 agent 之间的上下文是隔离的啊，你没办法让他们相互讨论啊，这块还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说，哎，我希望几个 agent 相互讨论的话，它那个东西叫 sub agent 啊，它是在同一个上下文下啊，相互可以去讨论的，就是大家是在聊同一件事儿。而至于隔离的这种 multi agent， 就是说。那真的是各干各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我这儿有一个 agent 是这个专门做这个稿件的啊，另外一个 agent 是可能做一些其他事情的，他们相互之间是不打架的啊，这个才是可以用 multi agent 啊。mini 没发 M5啊，这么回事。现在 mini 就是 M4啊，其实 M4跟 M5差异没那么大。先点赞啊，欢迎。哇，这个搜索费劲了啊！我要求他看北京能够吃的多少种面条，这个哦，我说呢苗条啊，我给写错了，应该是面条。再发一次。这个如果处理本地的文档，是不是必须把这个部署到本地？其实不用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东西部署到远程啊，这个事儿是没毛病的。像我现在龙虾处理本地文档的方式就是用 NAS 做同步，对吧？我把本地的文档同步到 NAS 上，然后那边呢自动的再把这文档同步下来，然后我就可以在龙虾里头下命令了，说来哪个目录里有什么文件干活去，对吧？他就干去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计划下回线下活动了吗？这个下回只能装龙虾了，这没什么别的东西啊，对吧？你还能干嘛呢？啊，它其实2个都认对了，都是面条，好吧？对，第一个结论啊，如果按照能够在北京相对稳定找到餐厅和门店，专门馆子的来算的话，而不是按照菜谱理论数的话，北京大致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这个面食，保守是25到35种啊，这有点夸张啊。这个全球主要的面食体系是15到20种啊，合计大概是40到55种啊，那我还可以慢慢的吃啊。第一个是山西的刀削面啊，然后呢叫做剔尖儿、拨鱼儿、擦尖儿啊，这个就是刀削面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吃法。然后陕西的 biang biang 面啊，其实刀削面我是不太爱吃的啊，这个我反正对于刀削面的这个感觉一直不是很好。陕西的这个 biang biang 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就是这种油泼面、臊子面其实不太爱吃啊。然后棍棍面是什么？我没吃过。日本呢，就是拉面、乌冬、荞麦面、油拌面和蘸面啊。这个日本其实我只爱吃拉面，这个乌冬面和荞麦面我就觉得一般了啊。蘸面我在日本吃过，在国内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油拌面我没吃过，不知道。东南亚的呢，还有这个越南河粉啊，这个泰国的炒河粉。
马来的这叫什么嘎沙还是什么？然后新加坡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印尼炒面啊，这几个我都还是比较爱吃的。我用 Cursor AI 告诉他指定的目录，它也可以操作啊。龙虾的这个龙虾就是生活版的 Cursor 嘛。现在其实这样啊，就是甭管你用 Cloud Code、Codex，还有像这个谁，Anti-Gravity 啊，它都是可以干活的，就是干这些事情没什么问题。龙虾呢，它主要是它是个操作系统，对吧？它一天24小时在那跑着，你可以定一堆的任务让它去干去。而且呢，你所有的项目，所有的这种说，记住给我下次说话先说先生，先说请，它都能记得住啊。而像这个Cursor 也好，这个 Codex 也好呢，他们都是以项目为基准的啊，就是你换一个项目，基本上就全都不认识你了，所以它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它这种跨越整个主机的这个还是要稍微差一点点啊。夜里你都给我整饿了，哎，就上周日啊，也是聊吃的，上周日咱们是聊饼啊，最后给我饿的不行了。咱们接着聊啊，还这个面还没聊完呢啊，还接着来。我先看看这边啊，处理本地文件的话啊，OpenCloud 的前端和大模型的后端都要在本地才安全，这个真没必要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东西扔到云端给 GPT 去。否则就是把文件放在别人的电脑上啊，这个，你要这么想的话，这个可能你就只能用一些最烂的模型了。贵州羊肉粉啊，这我还真没吃到。新疆拌面，东南亚的粉都很好吃啊。东南亚其实我觉得越南粉我是吃过，但是呢不是那么爱吃啊。这个桂林米粉，我觉得他们可能跟桂林米粉差不太多那味道。最难吃的是重庆小面和柳州螺蛳粉，柳州螺蛳粉我很喜欢，这东西闻着真臭，那店我甚至都不想进去，但是吃的还是很爽的，啊，至于重庆小面，我实际上是没吃出什么好来。我爱吃清真啊，只有一个原因，干净啊。清真其实主食多啊，肉多，但是吃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多。好啊，然后我们从这个检索的情况来看啊，他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北京能够吃到的全国高频面食体系，北京炸酱面啊，这个我吃过，非常棒。但是北京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打卤面啊，那个东西也很棒。还有北京的这个烂肉面啊，这个呢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啊，但是以前是有的。然后呢是山西刀削面啊，这个一般。兰州牛肉拉面啊，兰州牛肉面实际上没有拉字啊，就是叫牛肉拉面，实际上是青海的。兰州牛肉面我是很喜欢的啊，特别爱吃毛细。武汉热干面啊，这个也还是不错的，比较喜欢。但是我每次到武汉就不吃这东西了，因为武汉人做的都会特别糙啊。你在北京吃这个东西，他们会做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四川担担面呢，其实一般啊，就是我其实吃不太出来。四川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叫红油凉面啊，那个玩意儿真香。其实北京也有一种叫芝麻酱凉面啊，但是现在因为不让夏天在外边摆摊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少见了。重庆小面呢，真的是没吃出好坏来，反正人家都说特别特别好吃，但是这个我吃了吃，感觉一般啊，特别像什么豌杂面呀，什么这个没吃出特别好吃来。这个河南烩面其实我没太吃过啊，但是河南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叫焖面啊，这个就是底下搁豆角，然后上头搁面，然后去蒸熟那个东西是真好吃啊。这个有叫焖面的啊，还有叫其他名字的，但是呢，就是同是一种东西，就是那面也是蒸熟的啊，蒸完了以后跟底下什么豆角啊、肉啊这个汤再去拌一拌，然后再去吃啊。当然可能烩面也是这东西，那就不知道了啊。然后新疆拌面我不知道什么，新疆的这种大盘鸡的那种拉条子什么还是很香的啊，但是拌面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不确定了。陕西 biang 面，陕西油泼面，哎，biang 面跟油泼面不是一种东西吗？这个求助大家一下啊。然后呢是这个广东的云吞面啊，这个我很爱吃，特别是他们叫竹升面吧，就是它
搁了鸡蛋啊，压的特别筋道的那个面非常棒。延吉冷面啊，非常非常喜欢啊，这是我喜欢的。然后呢，这个云南米线啊，过桥米线啊，这个都还是可以接受的。福建拌面、沙县拌面，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啊。我在福建吃过一种东西叫面线糊啊，那玩意儿太好吃了，就是简直是吃的我舌头都要吞下去了，做的极细极细啊，而且他们好像说那个东西是自己会生长，就是你如果不着急吃的话，你就越吃越多，越吃越多那个玩意儿啊，那个特别好吃啊，说的我这个哈喇子都下来了。阳春面啊，阳春面是上海那边吃的啊，那个确实很好。至于苏州叫奥灶面还是叫什么东西啊，没有列出来啊，可能北京没有，也是很香的啊。这个还有山东的炝锅面啊，这个我没吃过。我在山东住了1年呢，没见过这个东西啊。山东人就是饼啊、馒头啊、什么烧饼啊，还有煎饼啊这种东西比较多。我还真没在山东吃过什么面啊，这个不了解了。喜欢吃宽面啊，我是喜欢吃各种细面，只有油泼面我是吃宽的，但其他我都是吃细的。日本有个柠檬拉面巨好吃，哎，我还真没吃过，没见过这东西。这里没有人喜欢意面吗？我很喜欢意面，但是哎，它为什么没出来呢？其实意面我一直没搞懂啊，就是我见过3种啊，就是一种呢是，比如说做各种奇奇怪怪形状那种，然后第2种呢就是有面条的，第3种呢是就是一个大面片然后一层肉，然后再一个大面片是那种切着吃的，到底哪个才算意面呢？这个我就没太搞懂啊。正好我们卡尔加出来了啊，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油泼是烹饪技法，biang biang 是面条制作方法。那到底油泼面跟 biang biang 面是不是一个东西啊？新疆拌面很筋道，好吧？有没有人统计过中国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种类的面呢？这个只能让 AI 去统计，这玩意儿人哪统计得过来啊？今天做海虹意面啊，海虹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味道，但是意面呢，特别是放很多芝士的啊，非常喜欢。焖面我拿手啊，下回线下切磋美食。这玩意儿你切磋美食，你只能找一饭馆切磋，你也不能上谁家里做去。这个福建沙茶面啊，这我还真没吃过啊，不知道是一个，它就是放沙茶酱吗？啊，这个不知道了啊。福建面线会繁殖，越吃越多。哎，对，是这样的，我们听说过这个故事。油泼，呃，可以泼细面啊，这个 biang biang 也可以做汤面啊，等于就是特别宽的一个东西叫 biang biang 面啊，然后油泼只是这个一个操作过程啊，好吧，好吧。前天吃了胡椒大蒜意面，哎，他们放大蒜吗？我还没注意过啊。竹升面是鸭蛋黄压出来的啊？是吗？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鸡蛋黄呢。西北方面的西北方向的面都不会差啊，这是肯定的。意面是一个统一的称呼，意大利面制品，那你披萨不能叫意面吧？意大利面包不能叫意面吧？ Pasta，你说的几种都是啊？是吗？好吧，你和土工同时开直播，我只是在这装个药盒，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啊，没有那么多的事儿。沙茶面汤底是沙茶酱为主，而后各种海鲜内脏什么的做佐料辅料啊，这个我没吃过，听着应该很香啊。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火锅面啊，就是在老北京啊，你就是重庆火锅干不了这事儿啊，这个四川火锅干不了这事儿，就是北京火锅。然后呢，这个涮一锅，涮完了以后，就那一锅汤啊，然后往里头下杂面吃，哎呀，那玩意儿真好吃，就绿豆杂面，那个是我觉得吃过的最好吃的面了，因为它是羊肉汤啊，然后你把什么羊肉啊，各种羊的这个内脏啊，什么都涮够了啊，这个汤吸饱了味儿了，再涮面啊，把这个面煮熟了以后，搁这个麻酱啊，什么就是蘸火锅的底料啊，然后再去拌一拌吃，
啊，太香了，它非常不健康啊，这各种的嘌呤也很高，然后呢，这个热量也很高，还是高碳水，对吧？这个极不健康，但是特别好吃。韩国的方便面啊，这个也是一绝啊。这个方便面咱就不算了，据说世界第一的方便面应该是新加坡的那个叫什么椰子什么咖喱椰子什么面，还是椰汁咖喱面啊？那个好像是叫，要么就是螃蟹什么咖喱面，反正是这样的一个面，大概是全世界第一。我认识很多韩国人啊，他们有个共识是韩国的面天下第一。这个好吧，这个韩国很多东西都天下第一啊，这个就让他们去做吧。各种形状的意面主要是为了挂汁儿，这里面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啊，等着你分享有趣的故事。但是像刚才我说那个一片面，压着肉，然后那个最后做出来像一个肉糕似的东西，那个玩意儿就不是这种挂汁儿的吧？它那个应该不是你说的这种意面，我觉得。来换了我什么意思啊？来晚了我啊，好吧，这个眼神不是那么好了啊。然后啊，继续这个是东亚美食，东亚面食啊，就是日本拉面、乌冬、荞麦面啊、韩式冷面，这个韩式拌面啊，还有韩式炸酱面。哎，确实有韩式炸酱面，但是我没吃过啊，不知道韩式炸酱面跟北京炸酱面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我搞不清楚了。韩式拌面我吃过啊，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是韩式我是从来不吃拌饭啊，那个我不喜欢。东南亚的话就是越南河粉，越南河粉我还可以吃啊。这个但是就是北京有一个就是 PHO 叫 Pho 爷还叫什么爷啊？潘爷，就是那个越南的米粉店啊，越南应该算米粉店吧，它不应该叫河粉店啊。那个是挺贵的啊，但是味道其实一般，而且吃完了以后特别渴，因为它搁的盐还是搁的味精搁的很多。然后泰式炒河粉，哎，其实广东炒河粉，什么干炒牛河啊，各种炒河粉那玩意儿是真好吃。哎，炒河粉那个河粉是用米做的吧？应该不是用面做的吧？然后是马来和新加坡的叫一个口一个力念什么袈裟吗？还是叫嘎沙？还是叫什么沙啊？这个我不知道是讲的是一种什么美食。然后印尼炒面我吃过，就很细啊，那个确实做的很好吃。日本面很筋道啊，在国内也已经去，也经常去吃味千啊，味千应该不算好的。我觉得我在北京呢，原来还可以去吃博多一星社啊，但是后来博多一星社慢慢都关了，就是现在已经剩的很少了。还有几家无敌家可以去吃啊。然后我们家附近好像最近还开了一家，不知道现在开没开着。然后呢，这个但不是无敌家啊，是那个叫什么叫日什么，反正是一个小店啊，就是不是连锁。然后呢，再往上一层是吃这个叫做什么，就叫做什么呢？就是呃，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味千啊，就是味千会比他们要稍微的差一点点啊。然后面爱面大概是最差的，面爱面现在大家都关了。上海原来有一家叫拿吉拉面啊，那个非常香，但是后来也关了，就是那个好像是中国只有那一家啊，最后不见了。意大利各地都有各种形状的面啊，例如猫耳朵这个墨索里尼上台推崇工业化新质生产力，于是亲自主导开发，搞出了许多机器零件形状的意面，例如螺丝啊，这个螺栓、螺帽啊，什么好吧，这也行啊，这也是一种方法。韩式炸酱面，炸酱里头没有肉丁哦。但北京炸酱面也是有这个什么有素的呀，就是做这个鸡蛋炸酱的也有啊。PHO 啊，就是越南
与粉的意思啊，这个好吧？越南粉好吃，其实我真的一般。果条啊，这个潮汕果条是不是也是一种米做的东西？韩式炸酱面里边是海鲜啊，酱比老北京甜。去韩国每天必吃。哇，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啊，以后有机会去试试。那个叫拉萨格纳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就念不出来了啊。这个一层肉一层面，我儿子喜欢吃那个，反正我吃过，但是没有吃出特别好吃来啊。日本符合国人味的，呃，还是伊兰拉面。伊兰我觉得我吃过，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我更喜欢博多一星社啊，这个或者是拿吉。因为我去日本吃拉面呢，我会发现他们做的拉面其实要比国内咸啊，特别那个汤特别咸，因为他们那个汤是当菜吃的，就是你吃完面以后可以接着往里下面啊，或者你可以拿这个汤再接着拌米饭吃啊，所以它这个汤要比国内的咸啊，国内那个汤要淡很多。中国的味鲜和日本的没关系吧？有关系，反正国内至少做的广告上还有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抵制日货的时候，他们就号称自己没关系了，后来就这个又开始说我们就是怎么从日本回来的啊。这个反正一阵儿一阵儿的。PSO 越南语的意思是米粉的意思，好吧？味鲜就是堂食方便面啊，倒也不至于，比方便面还要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你说的是意大利千层面啊，就不是挂汁儿了啊，是直接倒上酱汁儿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意面是指用水煮过的，而且不发酵的面食啊，好吧？这些这么判断，披萨就不是意面了，可以的。但是你千层面是不是也算意面，对吧？按照你这个判断。韩国炸酱面是甜的啊，好吧，看着颜色比北京炸酱面深啊，那我还真没见过啊，但是没那么咸，也行。它是不是用甜面酱做的呀？啊，还有呢，后边还有呢啊，这个菲律宾面食啊相对少，但是呢有机会找到，只是我没见过菲律宾吃什么面啊。然后意面也说了，这个分支本身就很多，西式手工面叫这类在北京高档西餐厅里头是能够常见的啊，这个我没见过。中东和中亚，这个土耳其是有面食的啊，这就不知道了。然后中亚就是拉条子手抓面系列，这跟新疆应该是一样的。至于俄式和东欧面食的话，相对零散啊，并非没有啊，也是有的。所以全球啊，我给了10到15种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已经比较保守了。为什么我不给你报一个具体的数字啊？因为按体系还是按单品是说不清楚的。日本拉面算一种，还是这个豚骨味增酱油这个盐味蘸面啊分开算5种啊？它算不清楚，所以就给我们算成这样了。如果按照门店来算的话，这个能够稳定吃到啊，还是偶尔有一家店在卖啊，也算是，好吧。这个第三个呢，米线、河粉、冷面算不算面条啊？他其实也搞不太清楚。这个，哎，你看他没有把这什么放进去啊？没有把这个，呃，就是柳州和螺蛳粉没放进去啊。保守估计是40到55种啊，如果按细分的话，可能60种以上了啊。这就是北京能够吃到的各种各样的面啊，还是不错的。其实日本拉面的面条基本就是大国的面条啊。不过如今日本拉面风行全球啊，大国的面条还是在孤芳自赏啊。这个好吧，日本拉面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啊，就是它整个的做法还是有一套它自己的流程的。
它一般是这样，就是先用水去煮，它那个水里可能也是有点盐的啊。煮完了以后呢，会把这个面捞出来甩干啊，然后呢，再放到汤碗里头去，专门有一个这个专门煮的汤然后再往里放这个汤，然后再放各种料就日本拉面好像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煮法，而大国的各种面食很多都是一锅煮出来的。感觉日本的饮食是很健康的，哪怕你去便利店买盒饭这个营养配套也是很到位的。这个我觉得真不能这么讲，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这个拉面做的特别咸，然后拉面配米饭配饺子吃，你觉得它真健康吗？这玩意儿我觉得不是很健康啊。日本饺子都是锅贴这个是真的日本人当菜，就着米饭吃，拉面。画面比较奇特。日本反正这几个东西他们都配着吃。日本拉面也有很多流派博多伊兰啥的，应该是九州系。这个面细汤浓是这样的我是比较喜欢九州系的。包括刚才我讲那个拿吉好像也是九州系的，就是这种很浓的浓汤的这种其实很浓的浓汤就是怎么说呢，都是不太健康的东西。我最爱吃土豆面团子这个还真没吃过，这是什么东西？婚纱这是讲什么呢？老范讲故事，事事扎心呢，这个为啥呀？我又说啥了？意面千变万化这是一定的。日本当地人都是拉面配米饭在吃确实咸是的。但日本那个什么更咸，就是它那个蘸汁面那个汁儿特别咸。我记得那次是去东京，我跟我太太因为我特别爱吃拉面嘛，我说一定要拉着她去吃。然后呢，就去这个东京有一个叫天空之塔吧，还是叫什么天空之树好像叫天空之树，实际上也是一个商场，在那个顶楼呢有一个面馆我们就进去吃去了。第一个呢是必须买饭票就是他们是又要用现金，要买饭票，然后呢拿着票到那个台子上坐好了，给人票，然后就给你面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然后呢，他们就是蘸汁面那个是我第一次吃蘸汁面，上来一大碗白面，然后呢一小碗就跟那个茶杯似的那么一个碗的这个汤，因为我上来就想我说喝一口吧，又给我齁了，我天！后来说这玩意儿不是这么吃的你得拿着这个面蘸着吃然后算是把这碗面吃了，反正吃的也很痛苦然后最后我好像还是把那个碗倒在那个面上然后这个最后和了和了给吃肚子里了反正蘸汁面对于我来说一般。然后这个千层面是标准的意面 pasta 的一种这个我自己做各种意面新鲜的好吃这个好像想象一下挂面和现擀面的区别，但是我们见过的都是硬的呀，那个意面都是那个黄了吧唧硬的，这种千层面是不是必须要用新鲜的？是不是没有那种硬的这个我反正在饭馆吃过，还没在家里用过这个，没见过这东西。宁波海鲜面也是一绝，这我还真没吃过。但是宁波那边是吃小海鲜的就是各种螺丝各种贝蛤什么这种东西多一点这个大海鲜的，就是广东那边吃的是大海鲜。日本的兰州拉面特别好吃跟国内食材不一样，就是有点小贵这个一碗60人民币，哇，这个确实有点贵你说到日本了，你还吃这玩意儿干嘛？土豆面团子这个是叫做玉琪我昨天刚吃番茄炖牛膝配玉琪这个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回头可以找一找。海鲜面确实好吃就是价格偏贵，一碗黄鱼面128哎呦，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是吃过那个蟹黄面的那玩意儿是真贵，那个可能几个人吃，随便几个人都上千了那个东西真的是很贵很贵，就是
这个门口站一个厨师啊，在那儿挑蟹黄，然后那个小螃蟹都跟硬币那么大啊，一个一个在那拆开，在那挑，然后你在后头吃啊，那玩意儿真的是奇贵无比，但是很好吃啊，非常好吃。后来我还专门去买过蟹黄酱，但是蟹黄酱就不行了，他们叫什么蟹壳黄还是叫什么那个酱，特别腥啊，买过一小瓶，奇贵，然后但是反正再怎么腥还是得把它吃完了呗，那么贵的东西。我觉得挂面配凉拌白菜才是王道啊！这个没吃过这个玩法。这个日本年轻人去的地方，什么烤猪大肠我真受不了啊！他们鱼生吃多了，就喜欢吃猪肉调味啊。好吧，这个哎，北京现在有吃那什么的啊，就是烤这个鳗鱼的，就是生烤鳗鱼，就是把活鳗鱼拿出来烤啊，那玩意儿真的很好吃。2026年会不会像 OpenCloud 那样 AI 智能体应该爆发年？应该会。这个现在肯定是你想不爆发都难啊！这个中国人会推着它往上顶的。上海的面条一向不是一锅煮出来的啊，我是说，他们制作拉面条本身的做法和大国一些手法非常像。对，上海也是分开煮的啊，就是单独煮面，煮完了以后捞出来，然后放到那个汤里边去。但是它那个汤呢不是浓汤，啊，就是那个阳春面的汤是一个比较淡的汤。别味千了啊，花了48大洋吃了一碗面，下午直接狂窜啊，那你这个不行啊，我吃味千还可以。进去的时候感觉很爽，出来的时候也很爽啊，那也行吧。这个我们聊吃的呢，不要讲这些事儿。我喜欢意面中的奶油海鲜啊，其实我就是奶油肉酱面，我就非常喜欢啊，不要太复杂，味道既清淡又浓郁啊。西班牙海鲜饭也好吃，西班牙海鲜饭我吃过几次，但是没有吃出特别，呃，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啊。还有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南京的啊，这个我吃过，但是呢，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宁波海鲜面一碗200也是轻轻松松啊，这个好吧，我对这件事情已经这个没什么想法了。这个土拨鼠也在直播，你们俩撞直播了啊，无所谓。我这个就是闲聊一会儿啊，这个聊完了以后，我还有今天的视频没传完呢，就是咱们这儿直播着呢，后边视频已经传了47%了。三里屯开了一家现做意面的店，口味可以说非常经典，强烈推荐他们家的青酱螺旋粉啊。这个建议面条让主厨多煮一会儿，好吧？这个反正我很喜欢吃意面，但是呢，我吃很多东西其实比较粗糙啊，就是吃不出那么特别好坏这些东西，其实吃不太出来啊。就是你让我去细分，我是分不出来的。你跟喝咖啡似的，就是我净喝各种速溶了，对吧？最多就是星巴克啊。然后你说真的说什么什么咖啡的这个哪儿的咖啡豆，然后怎么煮出来让我去分，我是分不出来的。柳州，这3念门儿嘛，大家知道吗？这个，看看能不能找到知音啊？这个不认识这个东西。千层面在超市都是卖干的，然后要水煮过才能够做千层面。供应新鲜意面对供应链要求比较高啊，这是肯定的啊。同样道理，现在超市里边很多各地的面条啊都是干的啊，这不也就是挂面吗？蟹壳黄在上海是，烧饼的意思啊，不，烧饼是蟹壳黄，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东西，反正也是叫一个什么壳啊，黄条烧饼的那种啊，这个是。据说这次打伊朗 s r o p i c 起了大作用，这肯定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上海面分成白汤、红汤，
后者就比较浓郁。其实红汤呢，它也是一种清汤啊，它最多就是汤可能放了酱油，放这种东西，我觉得。东大的宽带为啥会限制上传速度？对啊，这边都是下载快、上传慢啊，全都是这样的。台北牛肉面还有这样的东西吗？我还真没吃过。哎，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去台北啊？我很想去台北。星洲炒米粉，星洲是意思是不是就是新加坡呀？就是新加坡炒米粉的意思吧？去西班牙旅游一般吃的海鲜饭都是忽悠游客的，他们的旅游业太发达了啊！我还没去过西班牙，但是我在国内吃过几次西班牙海鲜饭，反正没感觉出好吃来。东莞的这个烧鹅腿濑粉啊，30块一个整个的鹅腿，这个我没吃过啊，这个真没吃过。咖啡做法很多，意式浓郁、手冲土耳其啊，意式浓缩手冲土耳其，好吧，这个反正我是喝不太出来。千层面不是加菲猫的最爱吗？是的，他肯定最爱这个。台湾的牛肉面不会让你失望的啊，这个有机会要去试一试。哎呀，扎库，好久没看到你了啊！这个苏州的白汤面，江浙沪的最爱。苏州就是他们叫羊肉面啊，那个东西真的很好吃。这个你写这个单词我就不念了啊，这个念不出来。好，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聊面不能聊太长时间啊，这个聊饿了以后会很难受的。这个是上周就给聊饿了。那么好吧，咱们下周好好干活啊！这个祝大家下周愉快。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结束。